所以当我们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们看啊，这是裆是不是平开的，胯也是正的嘛，啊，可是当我要走下面我要走的时候呢，这个胯向内卷，胯向内一卷，这个裆又从哪开了？裆从后面开了，因为我的胯是这样卷嘛。当我的胯这样卷的时候，你看手就变成这样子了。我这个手要起来，它是你看我的胯往内一卷，腿不要动，腿不动，胯卷，这个力量就上来了。腿上有一个这个力量下去，上面有这个力量下来，所以我到什么？你看一开，手肘就出来了嘛，手肘出来了，就这个力量起来，然后胯一放。手就回正了，所以它整个就是什么？裆开了，胯一走，你看，胯一卷，放平，所以都是在这个地方嘛，都是在这里。所以手和胯是整在一起。对，都是由裆胯来带领的，然后比方讲，我这个要再走，这一落，你看，这个胯往这边转了，这个胯往这边转的时候，这个胯撑出去，就把裆拉起来了，听不懂？你看，它就变成一个这个式了嘛，是不是？再走回来，你看，再撑起来，撑开出去，听不懂？所以笨问题，不是，这不是笨问题。你去看99%的都是这样走的。你上网看嘛，现在99%，因为它变成什么？它变成一个武术套路比赛的一个规格性的动作了。所有的都是这个样子，他在表演，所有的表演他都是，然后移过来，它变成一个比赛套路的一个规格性动作。当它变成一个规格性动作的时候，大家就不去想它是对还是错了，因为以规则来讲是对的，可是以武术来讲是错的。这样不懂所以很多东西要去这样子去思考。所以你在练裆胯，你这段时间练裆胯，要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来做，你就晓得你有没有练到，有没有练到跟你为什么要练它当然这个也是什么？这个也是移动方式嘛，我讲过嘛，你是整体的移动。还是局部的移动，你来，你从这边推我肩膀。我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你看，当我脚先出来，当我身体要移过去的时候，我要用什么力量推过去？我是不是要用这个腿跟腰？我要把我自己推过去嘛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当你这个一做好的时候，你过去的力量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局部的力了，右到左的局部的力了。可是当我这样子，我一沉的时候，我用开裆的时候，你看，我是一个整体的力，听不懂？我的移动过去是从脚到头，是整个的体移过去的。所以如果说我收势的时候也是反过来，就是我收的时候也是要对呀，所以当我要收的时候，如果说我不晓得你那个是怎么收的哈，就是说我的重心本来是在这个地方嘛，我这个腿要收过来，怎么收？
你必须要让力量继续。我刚才讲的嘛，这个腿支点就不要动了，支点不动，可是我的力量继续走，我的力量继续走，继续走，这个腿上面的力量就变小了，这个力量被抽过来了。当它被抽过来的时候，脚自然就过来了。听不懂？所以动作在这个结构里面，动作是什么？动作是力量的转换，它是力量的转换，而造成了动作的变化。听不懂？这样子力量跟动作才是在一起的，而不是说我过来了。力量过来，然后我再收这个腿，再过来，不是了吗？那你变成什么？你变成一个，变成伸腿一个，移动2个，这收腿三个了。你一个动作，你变成把它切成三段了。它不是嘛？当你这样子移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，你看我当移过来，我的动作过来，哎，这个腿力量过来了。这样能看懂吗？所以要去找动作结构里面的力量的流动，力量永远比什么？力量走的永远比你的结构要远。那我讲的筋是比骨头要长的，结构是骨嘛。我说不要动了，那个是骨头，就是关节定好位了。所以位置是由谁决定？位置是由骨头决定的。那力量呢？力量是在筋上走啊，那筋一定比骨长啊。所以我的骨走到地方了，我的筋还没有啊，我的筋还没走完啊。所以你让筋继续走，那个力量就在骨头里面串了嘛，它就会带动你那个骨，带动你骨的动作了。这样能听懂吗？所以你们在练炮锤也是一样嘛。所以我说不要急，打不要急，可是你的结构要什么？结构要对，你的结构先要对，就是你的骨位先要对。所以当你打一个炮锤出来了啊，你们开始练是一个骑马步的，是这个样子了。这个样子是骨位到了，关节的位置到了，骨的位置到了。那你再打出去，你的筋的力量还没完呢，你筋的力量还没完啊，所以让筋继续走。我在这个地方让筋继续走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力量一直下来，它到腿上去了。那我往这边，我一直往这个地方走，是不是这个腿它的承受力就变大了？它的承受力变大了嘛？我如果要动这个腿的话，我这个走的时候，你看这个腿就起来了，它就走了嘛。我如果要动这个腿，我打这样子，我如果要动这个腿的时候呢，当我的力量继续走的时候呢，我让它变多，连接的是这个，而不是这个，是这个。所以当我打出去，我这个继续走远，可是连接变成在它的时候，这个腿就变轻了，这个腿变轻了，我这个腿就可以动，就可以走了。所以看起来结构没有变，结构是一样的，可是你的连接到什么地方去那个地方的承受的怎么讲？它维持住你身体结构的那个力量变大了，另外一个就变小了。讲不懂所以练拳慢，你这个比方讲，这啪到这边了停，
停了，不要多。到这边横推8码，停了，停了以后呢，我继续走，继续走，到后腿了，后腿它变轻了，继续走，后腿变轻了以后，它就可以动了，晓得吗？动了，我们练为什么这个脚起来？因为我现在要动它，所以当我这个力量出来，我这个结构出来的时候呢，我的连接到它了，它要变多，它要变多，它变多的时候，啪，这个脚起来了嘛，啊，所以我这个出去，这个要到谁？这个力量到前腿还到后腿啊？前腿吗？我下一个要动前腿啊。对啊，因为我下一个它不是这个吗？抬前一下。本来就啊，你的脚要动啊，你的脚要变，我如果是直接在这个地方，我这个不要动了，它到前腿，我这个力量到前腿，后腿就变轻了，就起来了，这样不懂？啊，所以要去体会姿势的变化，招式的变化，是因为里面的力量的变化。你们如果体会到这个，练出来这个，你就会脱离的什么？你就会脱离的全都是肢体的移动，都是肢体的移动。肢体的移动就是用动作来产生力量。所以如果说我不管任何一个动作，当我要移动我的脚步的时候，我的重量几乎都要放在这只脚，那这只脚要能够很轻的动。这个不能动，不对了。你现在是把重心移到前面去来动后脚啊？不对，不可以，就是结构不能动了。你的力量继续走，让前腿的力量变多，不要动。让前腿的力量变多，后腿就变轻了。所以你看啊，你们大部分的习惯都是什么？我要动这个腿了，我都是把重心移到前面去，让这个的重量变小了，我再动这个腿。可是你想想看，我刚才讲嘛，武术的很多动作要领跟其他的不一样。就是什么？就是你有一个敌人，你有一个敌人在，你有一个对手在，这个对手一直在等你的什么？等你的弱点出现。你如果在这边是很稳的，你现在要动这个腿了。当我重心往这移了，请问这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弱点了？是吧？因为我的结构变了嘛，我的结构变了，这个结构我如果在这个地方，它足以支撑我的力量，可是当它变成这样的时候，它就不足以支撑了，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弱点了，这样不懂？就好像如果说我们回到我们前面说我们在走这个步的时候，那我在走这个步的时候，我的重心不是要移到这只脚，是要能够还是维持的结构。对呀。所以我在走的时候，那个结构不动。结构不动，结构就是这个的结构。当然，这个是比较后面的，前面的我有跟你们讲，前面一开始练的时候，其实是什么？其实要摆步，就是做一个摆步，在这边做好一个摆步了，然后力量继续走，走到后腿轻了以后起来，做一个扣步，停了，不要动，然后
力量继续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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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腿慢慢变轻，慢慢变轻，轻到你可以把它拿起来了，起来。这个是第一阶段的练法。所以就是结构不动的情况下，两只脚的轻重的结构不动，力量才会动。我们看着这个柱子，它没有在动，它没动嘛，而且它要很坚固嘛，它不动嘛，它不动才表示什么？里面的力量上往下那个力量才在动，才可以很顺畅的动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如果现在这个柱子中间有一个地方它有一个弯曲了，那弯曲点是不是就变成它的弱点了？因为它这个结构承受不住上面的重量了，这样没懂？啊，所以结构跟力量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。所以说力量跟动作是两回事，对。啊，结构跟那个动作是形象了。我师父他们讲的话是叫形象跟动作是两回事。形象是什么？形象就是你看得到的那个结构。动作是什么？动作是里面在动的那个，它用来改变招式改变。所以外面看到的东西跟里面在动的东西，它是两回事。它是两回事。因为它是两回事，所以把它什么？把它合在一起。听不懂？啊？懂哈？你们必须要练出那个感觉来啊！就我说的一个结构不动了，力量继续走，你要感觉到那个力量，后面的力量慢慢被拔起来，慢慢变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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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走了。感觉到这个，你才能感觉到那个力量走，力量怎么走啊？好，先这个样子了，好。